又喝冰的？我就想清醒清醒。等会儿把这杯药喝了，暖暖胃。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。我最后再调整一下这个格式，检查一下单词拼写就好了。我肯定还会再看一遍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前面做的仔细一点，以后你不就轻松了吗？第一天工作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办公室，我终于坐进来了。你不怪我吗？又不帮你说话，还把最无聊的工作分配给你，大家都孤立你，我还假装什么都没看见。有吗？大家是不是都孤立你了？不是，你别打岔，你是故意的。哎呀，避嫌嘛，我对你只能比对别人更苛刻。我本来以为我进来就轻松了呢，怎么还是困难模式啊？天才模式，适合最有能力的人就是你。你是不是还把最差的位置留给我了？你看他们坐的那么靠里面。是这样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从我坐的地方，可以随时看到你。佳阳，下班了吗？小华，你回来了。小华姐，乔飞也在呢。当然回来了，不然我还一直在机场等了。你现在忙吗？不忙，你坐呗。我想跟你单独聊聊。哦，那我先回去。那主任，那个初稿，我明天发给你好吗？行，你路上小心啊。哎，小心，别电到。你们俩。哎。哼。那天我等了你一会儿就先走了，后来你去了吗？怎么不接电话呀？佳阳，我认真想了想，是我太注重形式，太想要一个华丽的开始。可是万一书没寄到呢？万一里面的纸条丢了呢？万一你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呢？或万一你出差了呢？那我们岂不是又要错过了？小华，其实那天我没去接你，我是希望你幸福。既然你已经跟周南结婚了，我觉得婚姻不是儿戏，你们应该好好去磨合。所以那天我才给文叔叔打电话，让他去接你。后来他去接你了吗？那天我回家以后才知道我爸去接了我。我这人就是没什么耐性，说要等你1个小时，结果等了10几分钟就走了。走。那就好，我还怕你一直等着呢。佳阳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爱一个人不能错过。对啊，所以我遇到了我不能错过的人，他也不想错过我。我好像错过了很多事。哎，你和周南，他叫什么？乔飞。乔飞？就刚刚离开那个乔飞？先别跟别人说啊，我们还是保密阶段的。你们不会是玩什么地下情吧？不是，乔飞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转正。我如果现在让高翻院的人知道她是我女朋友，我觉得对她不公平。我不想让她一直活在我的影子里。佳阳对女朋友可真体贴。爱情的确是一个美妙的东西，能让人变得温柔。好了，我没什么事儿了，我来就是见你一面，告诉你我回来了。那我赶紧去找乔飞吧。那咱们改天见。跑得还挺快。我还可以走得更快。为什么自己走了？小华是可以知道的，咱们不用瞒着他。可能我是习惯了吧，不是说好先不让高发院的人知道吗？
而且每次见到文老师，我就觉得，像他这么优秀的人，才配得上你。我什么都做不好，我连同船都进不了。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自信了？这不是我认识的你吧？我认识的你是非常自我感觉良好的。其实我每次见到文老师，都会有一点小自卑。我就觉得他这么优秀，你又喜欢他这么久，哎，我这么患得患失，我都讨厌我自己。我的傻丫头啊，你胡思乱想什么呢？那我现在告诉你，在我这儿，你只需要顾及好你自己的情绪，有任何的委屈只管告诉我就行。明天我就打算回家里告诉我家人你的存在。佳阳，我爱你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刚才车吵了一下。哎呀，你再说一遍吧。哎，我要是没听错的话，你刚才说的是程家阳，我爱你是吗？我什么都没说。你骗人！你在骗我！你骗人是小狗啊！没说。我决定了，那你挑吧。两个我都要。你长大了，婚姻和感情不是一码事，懂得这点，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总得抓住点什么吧。你记住了，情场和生意场上获胜的秘诀都是舍得，有舍才有得呀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？随时啊，你也可以先去旅行啊，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需要你做。那就先从甩包袱开始吧。医院的项目不会再投了，赔本赚吆喝的买卖我们干不起了，还有海外的矿业，都不是我们熟知的领域。就算是赔钱，我也打算把它卖掉。你可要想好了，如果现在追加投资还有可能翻身，卖了那就很难东山再起了。您熟知的是进出口，我熟知的是吃喝玩乐。你又选了周南，嫁给他，我也学到不少。现在国内红酒热，瑞士10欧以下的红酒进入国内超市就能卖200以上。我打算把矿卖掉，去瑞士收购一些小酒庄。好，放手去干吧啊！他的手在发抖。怎么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你先别急，再看看。赵医生，有位文小姐找你。主任，这种手术你做不到。没数啊。Je peux essayer. Je me spécialise dans ce domaine. Je fais des milliers d'opérations sur les animaux vivants en laboratoire. 你行吗？赵主任，截至目前您跟我说的都没有任何能打动我的突破性进展。我们也请了一些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重新的评估。这些专业的东西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解释清楚的。我们这种商人归根结底是逐利的，
对追逐利益的人来说，吸引眼球的东西才是最好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用一句话让外行人觉得就是厉害的。我没有办法像写广告词一样的去搞研究啊。不需要啊，我并没有否认您的成绩，只不过我恰好喜欢过一个医生，看过一些相关的东西，所以说失败并不总是坏事儿。我失恋了，但我学会了一些医学知识。您失去投资，但是去学了一些推销手段。刚才怎么回事呀？太新鲜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怀疑他是太长时间没做过手术，没手感。他的手一拿起手术刀就抖，真可惜啊！这命悬一线。手术非常成功。写的什么呀？他说，我已经完全具备了操作这个手术的能力。好啊。决定就是这样，除非有更有利的进展，否则我们不会在这家投资。投我的项目。不必了。之前我们忙于扩展，涉及了太多不是我们熟悉的领域，才导致现在这样。我不会再冒险了。光我们医院一年只要做300多例的脑部手术，你不想想，全国有多大的市场？我不会再冒风险做我没有把握的事情。如果国内不生产，全器材从国外进口，成本翻倍，很多人做不起这种手术。佳敏，我劝你也别太执着了。我大概知道你当年是因为一个女孩才改的专业，我们都事过境迁了，你怎么还揪着当年往事不放呢？你不是因为结了婚才不投这个项目？为什么会是因为结婚呢？你爸投这个项目是因为我，你现在结婚了，自然没必要给钱。佳敏，我当初为你付出的时候，你拼命想摆脱我，现在我自己创业要做这个，你怎么还牵强附会，自己往上贴呢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独立了？是谁改变的？周南，他没有这么大影响。不会是因为程家阳吧？你以为他会等你？哎呀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你以为你是黄雀，其实你是蝉。记住这个笑话，下半年你就指着它活着。我没有因为任何人，我就是自己突然想明白，我应该做点事儿。你也被耍了。你知道之前我喜欢那个女孩叫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我也没兴趣。叫乔飞，耳熟吗？现在是程家阳的女朋友。怎么不进去啊？等你，我来了，走吧。哎，给你提个醒，别跟你爸提乔飞，别把他带进家，别给自己找事儿。你是在替乔飞考虑吧？不用你操心，我有我的安排。进去吧。你手术的事我知道了，很好，谢谢。再接再厉，你要争气。一定。今天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！这3句话以上居然没吵起来，还其乐融融的。今天挑事的任务不在我头上。佳明，说什么呢？哎，我说你什么时候搬回来住啊？你那手怎么样了？我有事情要宣布。等等，
背着。倒水去。爸，妈，我谈恋爱了。哦，谈恋爱了，好啊。那个对象是干什么的？法语翻译。法文翻译。她叫乔飞。乔飞，乔飞是吧？这个女孩品行有问题，我坚决不同意。她的品行怎么有问题？谁要去？谁要去啊？哎，这怎么了？就不同意了？那女孩子可能很好啊。好什么呀？她之前是佳明的女朋友，现在成了佳阳的女朋友，你听懂没有？你明白没？嗯。哎呀，这个嘛，是得慎重考虑。女孩子的作风问题啊，是关键。爸妈，你们听我说，首先，我和乔飞好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他和我哥有过感情。其次，他和我哥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他们分开都已经有8年了，所以我根本不认为这是问题。哎呀，这事儿我觉得啊，只要你们3个人都说开了，其实也没什么。我持中立态度，我不是老封建。这不是老封建的问题，这个女孩就是在利用我的2个儿子。之前佳明就是为了她，把好好的专业给放弃了，哎，非转换了专业。现在呢，他又冲着佳阳去了，为什么呀？不就是要进高翻院吗？不就是冲着你的大名吗？这个女孩子是哪儿的？高翻院，是佳阳的实习生，刚转正。对。胡闹！你怎么能跟自己的实习生搞在一起了？我怎么就不能跟我自己的实习生谈恋爱呢？我正因为是程思远的儿子，我在工作上不能出错。难道因为我是陈思远的儿子，所有跟我谈恋爱的人，我都要问问他是不是因为是我爸吗？你可以不问，可以呀，你可以向他学习，你可以不认我。小阳气，你好好跟他说，别急，你一急，他就光跟你生气了，什么都听不进去。佳阳啊，不是不让你恋爱，你恋爱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但是你找谁，也不能找实习生。你干到现在这个位置，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你这么年轻，不能落在这个利用职务之便，搞男女关系的名上。再说了，你们这个位置啊，存在着利益关系。你可以保证不向他输送利益，可别人会这么想吗？爸，我会很谨慎地处理这个事情，但是我不能因为我做了这个工作，我就放弃我爱的人了。那你为对方着想了吗？啊，打从他进来就顶上一个是程家阳女朋友的名字，就是他干出再多的成绩，别人也会联想到你。我们顾不了这么多，我顶着您的名字，不也走到今天了？那不一样，我是你爹，你背着我这个包袱走得再远，你不能恨我。可他呢？如果你们分手呢，还要不要在一起共事啊？在一起怎么共事？要么你辞职，要么他换工作。鱼和熊掌不能兼得。我是不会放弃，必须放弃。凡事都要以工作为重。那是你的决定，不是我的决定。为什么全家人都要听你来做决定呢？我妈因为你辞职，我哥因为你改了志愿。我从小到大活着的意义就是不要给你抹黑。您是太阳，我们所有人都要围着您转，您可以发光发亮，我们必须待在黑暗里吗？哈哈，看来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想法，只是我最先说出来而已。好，要话语权，是吧？好，
如果你们不按我说的办，都给我滚！干嘛呀，老陈？你发这么大火干嘛？有事咱们慢慢商量。佳阳，你不对啊，你这态度，赶快道歉，给你爸道歉。佳阳，你不要叫他。我和他不一样。我下个星期还来哟。去。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往后，你不要再管他。能不管吗？自己的孩子，别生这么大的气，慢慢做思想工作。我必须给他给做回来了。